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1月20号，星期一，也有几天没有录视频了啊。我的嗓子呢有点哑，可能声音呢说不大。昨天呢和我一个几年没有沟通的一个朋友，没有联系的一个朋友呢，讲了几个小时电话。我这个朋友呢，他过去呢是家境非常好的啊，反正就房产吧，就有几千万。然后呢，自己也一直很努力，就创业啊，反正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一直是创业啊，一直到现在。那么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创业的时候呢，他也很照顾我，也给我机会。所以我这个人呢，基本上就，别人给过我一点帮助的什么，我都牢记在心啊。就尤其是现在空下来了，那么我三天两头，其实我都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这个应该来说也就是命运吧，对吧？有时候人不一定都会很顺。那么我这个朋友呢，他现在呢也陷入了一定的低谷期，也问问我一些情况。那么我也就昨天跟他聊呢，就主要聊怎么样，就是通过投资理财呢去赚钱，是吧？就能够赚钱。那么因为讲的比较多嘛，就主要就是有一整套怎么样去赚钱的一种方式，所以讲的也比较长一点，所以喉咙就哑了。其实呢，我从昨天一直到现在呢，我还是比较感慨的啊，因为就是一个身边特别熟悉的一个人，然后有很多记忆在里面，就你突然就会有一点难以适应的感觉啊。那我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呢，主要其实也是讲这个，我还是想讲一讲，就是我自己移民到欧洲，然后想过要创业，想过要投资，开饭店啊，开什么酒吧呀，到最后啊，就是我怎么通过投资理财，应该可以说是也算是改变我的命运吧。那么我希望呢，就这个视频呢，能够给大家一点帮助啊，尤其如果你也处在人生的一个低谷期，或者说你对未来，对吧？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视频目标应该来说是对中年人，或者说也可以说是一些年轻人吧。但是我认为我年轻的时候，好像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比较少啊。那应该来说都是中年人，就是对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更多的机会啊，我会给出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其实我这个朋友昨天他也问我的啊，他说你移民到欧洲那么些年，你是把那个中国的房子什么卖掉什么吗？因为他肯定觉得生活成本什么也不低，对吧？然后他也问我做什么，我说我也没有工作啊，也没有去开店什么，所以人都会有一点惊讶。那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我是现在就一直是靠投资理财啊。那么为什么要这个投资理财呢？其实我一来欧洲的时候，我也考虑过很多的行业。我的老的这个本业啊，我是做那个摄影的，所以呢，我一来的时候我也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摄影的机会。因为一来我对我自己的技术啊什么我是很有信心的，第二呢，就是其实欧洲我也比较熟悉啊，我之前很多次工作都是在欧洲完成的。然后呢，我也有很多作品的积累，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我当时想，其实也主要是我来欧洲的原因啊，因为我觉得欧洲还是有很多的拍摄机会嘛，对吧？但事实上呢，就是本地的市场以及现在世界的这种格局，对吧？说实在的，这几年在欧洲真的就
不是很容易做生意的。我想大家应该都能理解这个情况。一个是，本身欧洲的经济啊就是低增长，那么再加上就是俄乌战争带来很大的影响，对吧？就是说，包括现在像那个最近又什么美国这边老传要说什么又要对格陵兰啊要拿去格陵兰，然后欧盟这边又对那个美国说要对这个关税啊要进行一个报复，反正就是事情很多，对吧？就导致啊这种很平稳的，尤其我觉得做小生意的人，如果你要开个小饭店呢，做个小生意啊，这种影响啊都是可能一下子你感觉不到，但是慢慢的它就传导到你这来了，而往往损失最大的呢，就是传导到做小生意的。所以呢，我当时呢，就是在我的判断之下呢，因为毕竟我还是有一定的阅历，那么我也觉得就是从事这些摄影的工作，或者说投资一点小的生意，我是不怎么考虑的啊，因为我也看了很多别人，比如说什么转让的酒吧啊、转让的餐厅啊，然后或者说别的一些东西，包括像那个做那个什么自媒体之类的啊，你像那个做这种餐厅酒吧，我觉得就比如说你现碰到很多这种不付钱的客人啊，一个是你生意可能真的就很萧条，对吧？第二个就是你可能碰到的这种不付钱的客人，或者说遇到一些这种状况，这种我觉得都不是我们这种没有干过这个行业的人能够去解决的啊。虽然不是说就是也不是这种手无缚鸡之力，对吧？但是如果你碰到这种事，因为你去做餐厅、饭店什么，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日常的一种市井的生意。大家也知道，像欧洲这边什么小偷啊、什么抢劫啊是很多的，吃饭不给钱的这种，然后无赖什么这种，还有就是跑进来要抢劫的这种事情，其实也不少啊，也不少。还有这种持枪抢劫的，都是我之前发过的很多视频、新闻什么都发过，大家到网上一搜也都能搜到，对吧？就是说在这里可能这是一个很正常、一个见怪不怪的一个事情，但是对我们新的移民过来的这种人，就对我说实话，我胆子小啊，就这种事情我碰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可能我觉得，那你就吃吧，你就不用给钱。但是如果很多人都这样，那你这个店肯定也开不下去，对吧？并且呢，就是事实上，有很多视频说，怎么外国人非常喜欢吃中餐啊，什么，然后这种生意很好做啊，这全是误区啊。因为如果真的都很好做的话，那你就不用去拍视频了，你直接去做这个生意不就行了嘛，对吧？啊，所以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嗯，后来呢，当然了，就像这种自媒体也是的，自媒体我也想过，比如说做油管，做什么小红书啊这类东西，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这方面的人才啊，就是讲实际的，因为油管呢我也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小红书什么我也做了一段时间，嗯，小红书什么我没有做一段时间，我是观察了一段时间，就是这种平台类的东西呢，我觉得大家都在做啊，就是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竞争是更激烈，因为是个人只要会讲话，买个手机，他就可以在那边讲，对吧？你随便讲什么，因为这种讲的越夸张的，看的人越多啊。那讲的没那么夸张的，你的这个流量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就没有那么多，对吧？并且呢，这种流量说实在也不是很稳定的啊，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去做，这个流量必然就越来越少，因为看的人也都加入了，都去做了，那谁来看呢？是吧？所以呢，这个行业呢，就是经过我的思考呢，我只能觉得它是一个娱乐性的啊，再加上就是像我们比如说人已经在欧洲了啊，那么你整个这个中文媒体
使用中文的人本身这个群体就不是那么的多啊，就你可能使用中文的最多的还是在中国大陆，对吧？你这个13亿、14亿的人口，那么他们本身的中国的很多的媒体就已经特别多了，他也不太会再跑出来再去看这些媒体，因为人家要时间嘛，是吧？你就别人也要工作也要什么，每天看你讲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我思考以后呢，我觉得它不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能够就是未来有什么发展的一个事情。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最后呢，就是我想来想去呢，我还是决定去从事投资理财这个行业那么为什么做这个投资理财呢？其实我跟我家人也是沟通过好几次因为主要有时候他们其实还是很担心的，比如说你像父母对吧？他们也会担心的因为呃，首先他觉得就是你的盈利一直是一种运气因为他觉得我怎么没有这么赚钱的，我怎么是亏钱的呢，对吧？尤其是父母肯定觉得他比你要厉害然后他觉得我都已经对这种股市什么，因为我确实就是我父母他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从事这个中国股市的投资了那么一直到现在，应该来说也算是几十年的这种老股民了，但是收益呢，确实有点惨当然了，就是我觉得主要是算了，这个我们不讲，我们不讲这个他们不对的问题，对吧？反正就是讲他们怀疑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觉得不相信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其实我想了一想，我简单的来讲，其实我就多看了几本书，然后我就自己平时多分析了分析但是我认为为什么要做投资呢？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我去投资个餐厅，就比如说我在西班牙或者我在别的地方投资个餐厅那我要拿出多少钱来投资？我是拿出100万还是200万，对吧？我去投资一个餐厅，还是几十万那我去投资个餐厅，我自己要不要请厨师？我要不要去找服务员？我要不要去做宣传？我要不要搞装修？我要不要去一直就是什么找配菜就是进货然后做菜再给到客户然后再赚那个钱还要处理餐厅的什么各种各样的纠纷然后一会儿这个又来那个呃什么碰到什么食品问题啦，反正就各式各样的这种问题是很多的就你可能想象脑子没有那么多，这个我身边有很多人，以前就是大家很小资的一群人，他们就说我要开个咖啡店，然后店里面要放什么什么音乐，他先讲的是我店里面要挂一些画，要挂一些什么照片我要装修成什么样的风格的，我店里面要放什么音乐我要卖一些什么特色的咖啡，但他从来没想过就是说咖啡进货的渠道、成本、宣传，还有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很琐碎的事情那么看了这么多案例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是我没有这个能力的就但是已经有比如说像麦当劳、像肯德基，对吧？像很多知名的餐厅，那么我这个钱我自己拿去投资办一个餐厅除非我觉得我掌握了一个很牛逼的，对吧？很领先的一种什么技术就是我的餐厅做出来的东西比麦当劳不差的，并且我能够稳定的控制，对吧？那我觉得我有信心我去搞一搞。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我开出来的餐厅不可能超过麦当劳，那我还不如把这个钱拿去投资麦当劳，对吧？我去买点麦当劳的股票就行了然后伴随着麦当劳一起成长，因为它肯定是超越我的嘛。如果别的行业也很多，对吧？比如说你像那个呃投资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手机、电脑大家都在用，对吧？或者说投资一些像亚马逊这种服务大家都在用，对吧？就是说你自己去投资，你说你要开个店、开个什么餐厅、开个什么东西，你是不可能去超过那些公司的，
就是从能力上来讲啊，也可以说，其实我并不是说我去炒股，我觉得我今天的所作所为呢，其实是一种投资，对吧？只不过是一个是投资，是我自己去投资，我自己去开个店，开个公司；另外一种就是说我去找一个已经成功的，或者说我觉得他肯定是比我成功，就同样的我去赌一把，今天压在我自己身上，还要压在麦当劳或者是亚马逊身上，那我全压在他们身上，那亏了我也没有怨言，因为他们确实我觉得已经成功了，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自己不可能超过他们。这个呢，就是我认为我们这个年龄，包括我现在自己的能力，我的年龄，我的能力要去这么做的道理，对吧？这个也是我就是后来跟我家人，比如说跟我父母一沟通以后，哎，他们觉得也很认可啊，就是说他们脑子里面的这个炒股，它的概念其实还是存在的那种呃什么今天有个什么公司啊，听说要大涨了，然后快点要跟进去买啊，然后你觉得你问他为什么要大涨，对吧？他跟你说的都是啊，好像谁谁谁说要这个事情要好，好像这个东西做什么东西挺好的，对吧？就是他的理论基础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嗯，或者就是他总担心啊，你这个东西很是吓人的啊，你千万不要搞，还是搞稳定点的好，什么什么。其实很多东西你自己去投资一个公司，比如说你去开个饭店什么，这就是最不稳定的事情啊。可能在他们看来啊，你好像这个事你能够自己可控，其实这个东西是最不可控的东西啊。我今天说句实在的，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啊，我要老实的讲，最不可控的东西，就像现在的时局啊，比如说那个川普说他要搞这个什么格陵兰岛这种事情，然后欧盟之间又什么关税啊，大家怎么样收来收去？欧盟说现在要跟这个川普要取消之前谈好的一个关税，对吧？那其实对生意、对旅游、对双方的什么各种东西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啊。但是今天就是1月20号啊，黄金又涨了，白银又涨了，对吧？美国股市啊，这个指数在下跌。那在和平时期，非常一帆风顺的时期，你可以去，比如说投资，比如说像很多做生意比较好的那种投资内容，对吧？比如说你说我去投资什么，更多的旅游行业，对吧？什么酒店行业，对吧？这都可以。你像在和平时期，如果钱比较多的啊，我可以去买黄金啊，在那个时候没有涨，但是你看过几年世界不好了，我就开始现在就暴涨了，对吧？所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就这世界是有周期的，不管是好的周期还是不好的周期，投资理财这个东西，它永远可以适用，它可以在不同的周期循环。但是你如果去投资一个餐厅，那你在不好的时期，你说如果打仗了还有什么？谁人都没有了，人都跑完了，或者说这个东西像暴贵，就像我们在这个西班牙这2年物价涨得就非常厉害。其实原因就很简单，就是打仗了。打仗了以后，原料什么的，什么就本来乌克兰什么可能产什么粮食啊，然后俄罗斯那边提供什么天然气啊、能源啊，就是因为战争一开始，很多东西物价就涨，对吧？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商人在这个当中也要在获利啊。那最倒霉的其实就是最普通的消费者。如果你开个餐厅什么，那你就更倒霉。说实在的，就是这么一回事啊。当然不一定是说是餐厅，我的意思就是说是做普通的行业的。但是这些年，如果之前是买了黄金去投资的，那么这1-2年里面都要赚很多钱，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这样子啊。我也算是看透了这个逻辑。我觉得就是说，尤其是像我们现在的中年人啊，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未来的机会啊，可能一个人一生当中遇到的机会不会很多的，就你可能手里能够有一笔财富，这个财富现在在你手里，你就是要把握好。我这两天还看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小伙子，他是一个东北人啊，他从泰国
走线到西班牙，然后待了几个月他就走了。那走了，他可能原因就是中介忽悠他了，对吧？把这边说的很好，这种其实也是一种形式。很多人其实现在底层最容易被忽悠，最容易被忽悠的就是跑来啊，说的很好听，说什么工作很好找，移民收入很高，对吧？但其实他忽悠的就是底层人，因为他们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其实他跑来一圈，他也花了差不多就是20来万吧，我觉得是有的啊，因为你生存几个月，你还要把过去在泰国的，比如说房子啊什么，你要那个就是回绝掉，对吧？然后你还要在这边租房子，还要在这边开始新的生活，然后你当中还要给中介钱啊什么的，就来来回回啊，你要花掉一大笔钱。但事实上，这个人他来了以后，他走了，他走的我是怎么看到他的呢？因为他就是问啊，就是他自己也有录自媒体嘛，他就问他说他想走了啊，但是他是因为走线来的，所以他护照里面是没有那个签证的。他就说我如果离开以后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会不会海关抓他？会不会要坐牢啊什么？因为他不懂嘛，说实话我也不懂，对吧？这个方面，但很多人对他在就是留言给他的啊，说实在都是一些非常不友好的话啊，或者说非常恶毒的话、攻击性的话，对吧？就说什么哎，你这辈子就完了，好像你不留在这儿你就完了，或者说就是什么看你啊就是不能吃苦的什么东西。其实我在想，就作为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他能够走线过来啊，我都做不到。说句实在，我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这个体力，或者说这种胆量，就你还要他吃什么苦呢？就他肯定比很多人，我觉得都是已经说胆量啊，或者说什么决心啊、毅力啊，我觉得体力啊都是挺好的了，对吧？但是很多人这种留言啊什么，就是就不客气的。而且人其实20多岁，像我现在40多岁，我可以说人的命运啊，真的很难讲，有可能你2、3年你就会改变，有可能你那个抓住一次机会你就翻身了，对吧？就像那个，其实我前2年我也挺焦虑的啊，因为我来了好几年了，我也没找到最后觉得能够就是说维持我生存下去的办法啊。虽然有的人啊，他总是会说，这里就是来花钱的，谁有花不完的钱，对不对？啊，我就是来这边花钱的啊，我觉得我也很诧异啊，财富排行榜上有你的名字吗？还是就吹牛逼，对吧？吹牛逼反正是不用交税的，对吧？这无所谓啊。那么最后呢，我还是找到了啊，就是我觉得属于我的一个方式，并且呢，我也就是很愿意分享给大家啊，因为我觉得这种思路转变，就像如果那个年轻人，如果他呃把这笔财富，对吧？就比如说他过来，他花了这个钱，他就慢慢的用在投资理财上面，那么我觉得对他来讲，就这个成长就是很好的啊。像我今天想的就是这样，就是选择一个降低成本的地方，就是生活成本低的地方，然后靠投资理财去慢慢的积累财富。因为这个一旦滚雪球滚起来的话，对你的就是说，走向致富、走向财富自由，这是一个很快的一个事情。那么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开始，对吧？最开始我觉得必须还是要通过储蓄啊，还有这个储蓄是2种的，一种是强制的，就是金钱的储蓄，就哪怕你今天是欠债啊，你哪怕你有的人说我现在没钱，我还欠债呢，我还什么贷款没还呢，是吧？什么房贷没还呢，车贷没还呢，我没钱。哪怕你今天就是晚饭不吃，你也要把这个钱存下来，哪怕你一天只存一顿晚饭钱，你一个月你有多少钱，对吧？就像我的视频，我已经给大家展示过了，我花了2000美元去创造了一个小的财富，创造一个小的账户，然后我用了没有几个月，我就1个多月吧，我就现在到了那个8000多美元，这只是我用一个
就是小的账户去做一个案例，对吧？那当然了，就是如果你从头开始，你什么也不懂，你说我就拿个2000美元，我要去赚这个钱，这个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了，就是一个是你要有一个从头开始你要有一个硬性的储蓄，就你一定要有这第一桶金啊。如果这第一桶金，你可以，你为了第一桶金，我觉得你可以去那个就是上班，哪怕你送外卖干嘛，我觉得这都没关系啊。最主要是你要积累到这第一桶金，然后就是你要积累的，还有就是你一个知识，对吧？就像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也不是什么专家学者教授啊，我也没有学过系统性的，我也只是就是看了一些书，那么我根据书的方式，对吧？当然可能会看得比较认真嘛，因为当你一个人真的会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会去认真的去对待，你会去推敲每一个关键的东西，对吧？嗯，好吧，也聊了20多分钟了啊。那我的想法就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包括未来的很多不确定性，因为我的判断是啊，就很多人觉得啊，这个问题现在就是那个川普的问题啊，是川普这个人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表面的一种认识啊，因为川普也是民选的美国人选出来的总统，对吧？就是大家的认知，大家的理解，所以未来应该来说，川普的这种应该来说只是一种开始啊。如果未来还是这样的一种思维，就继续会延伸啊，尤其是延伸到欧洲，延伸到世界其他的国家。那么未来的世界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世界啊。但是呢，就是说，呃，做普通的生意，做普通的投资，对这个就是非常不确定的世界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你说我开饭店，我总不能开负的，对吧？但是你投资你是可以多元化的，你是可以做多风险资产，像黄金，像那个白银，像那个美元，对吧？你也可以做很多那种就是稳定型的资产，对吧？就像什么股市啊，或者说传统的一些投资一些东西，就你有更多的一个选择，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